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今天上午那一期视频啊，我的声音没控制好啊，加了一个混响，结果有回声。实际上呢，是因为录别的东西，那个混响效果没去掉，我后来才发现的，所以后边视频呢就没有回声了。好多朋友下边留言啊，提示我，感谢大家的这个提醒啊。这个视频声音应该没问题的。我刚刚啊在推特上看了一个推文啊，讲是一个韩国人发的。他做的视频，当然我听不懂韩文啊，我也没有翻译，但是他那个推文我看了，他说呢，你看 LK99 它的专利里边这个用了薄膜法制造这个超导材料啊，现在已经开始推动技术的发展了啊。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推文，这是这个推文，这个推文呢，他用韩文发的啊，用谷歌翻译过来就是说 LK99 启发铜薄膜机超导论文再次发表，海外速度惊人。我看了以后有意思啊，是这样吗？我就搜了一下，按他的这个视频里边网址呢，我搜了一篇这个论文，结果找到了这篇论文，这篇论文就是这个啊，这是在 Nature 上的一篇论文，我们看一下啊，论文题目呢叫具有高温超导谐振器的混合量子系统，还真是有超导相关。那它这个论文啊是法国的几家机构的论文啊，论文啊是由法国几家机构合作的啊，包括法国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院、索邦大学、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国家计量检测实验室等等啊，都是法国比较物理和材料领域比较强的这种研究背景的。那一作呢叫 Palette， 它和通讯作者呢Baguio 呢都隶属于巴黎的这个高等物理化工学院啊，就属于 ESPCI Paris， 那他们这个实验室啊叫物理与材料研究实验室啊，在超导和量子物理领域啊是很有建树的。那其他作者呢也有来自法国国家科学中心傅立叶研究所的，在凝聚态计算物理方面研究的也是比较厉害的。整体来说呀，这个论文的作者的团队还是比较强大的。刚才我们说这个论文题目叫什么呢？叫具有高温超导谐振器的混合量子系统啊。那么这篇啊，它不是讲普通的超导材料的啊，这里边呢主要是对一个叫超导谐振器啊这么一个研究。那么整篇呢其实就是讲了这个系统制备和表征了。就所谓的易贝童养啊，它的超导微带谐振器开拓了基于高温超导腔实现自旋检测和构建杂化量子系统的新途径，具有比较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那这个超导微带谐振器啊，是一种采用超导材料制成的微带谐振电气元件啊，主要也是用在量子信息处理啊这方面。那这些工艺啊，就是包括论文里边内容啊，我们就不做具体讨论了。但是我们就看看为什么韩国人说的这个薄膜啊，它的技术里应用是在哪儿？我们一搜了一下，还真搜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薄膜啊，看看啊，这是论文的这个我下载的这个全文的这一篇啊，是这篇。那这论文里边我们搜了一下，superconductivity thin film 啊，超导薄膜，一搜，真的是有这么个词儿，看了吧？在这儿，他们就是用了这个超导的薄膜这个工艺，所以这个韩国的这个，刚才啊，我们说韩国的这个推文里边呢，他就说，你看 LK99 激励的。实际上呢，可能他没有仔细查。我觉得啊，这个论文通篇读下来，我觉得和 LK99 那个专利里边。当然可能是类似的技术，当然这个技术又不是它 LK99 独有的，这种技术在超导的研究领域啊已经用的很多了啊，可不是LK99 引导的，我觉得不是啊。那当然这个工艺你说是不是像 LK99 专利里边也采用了 PVD， 就是气象沉积工艺呢？这个论文里边啊没有明确的指出啊他们是怎么做这个易贝童养的这个薄膜这个工艺的，但是这里边啊他提到的是商业化的薄膜产品，那商业化的薄膜产品啊，很有可能就是采用这种成熟的 PVD 啊，就是气象沉积的这种工艺。那第二个呢，实际上在
就是现在的科研这个现实中啊 ，PVD 方法是制备这个易倍同氧这个超导薄膜啊比较常用的方法，而且论文里提出啊，薄膜的厚度呢是200纳米，哎，这和这个 PVD 它的膜厚范围呢是相匹配的，所以呢很有可能啊是 PVD 工艺来做这种易倍同氧的薄膜啊。当然了，这种薄膜工艺啊就是比较普及了啊 ，LK99 他们能想到用，其实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有人在这么用了。所以呢，虽然论文里边没有明确说是不是采用了 PVD 或者是其他的薄膜生长方法，但是这一点你愣要说是因为 LK99 的专利启发的，有点牵强啊，有点牵强。当然这里边呢，就是说用薄膜工艺制造超导材料，确实已经是通用的办法了。而且呢，这篇论文啊，他们采用的这个易倍同氧的这个，它属于高温超导材料啊。理论上呢，超导的转变温度就是 TC 啊，能到90K 左右，是远高于普通超导体的几 K 的。但是这个易倍同氧它的超导体啊，非常依赖于材料的质量，特别是薄膜材料，所以他们就采用这个薄膜来制作。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可以精确的控制这个沉积的参数，可以获得更好质量的这个薄膜，而且呢能做的比较平整，还有很多的好处啊，就是采用这种办法，所以采用这个微米级的这种薄膜工艺啊，是目前啊高温超导器件研究的一个普遍的技术路线，所以呢，我们觉得和他这个推文里边啊。有点勉强啊！实际上，在过去20年里边，最早大概01年或者更早啊，就有这样的工艺。比如2001年，我查到斯坦福大学团队的一篇论文啊，是这篇斯坦福这是橡树岭的，橡树岭也有类似的这个研究，这是2003年啊。那么还有这篇是斯坦福的，这篇是 YBCU 的这篇是斯坦福的。那实际上斯坦福在2001年呢，他们在科学杂志上就采用了这个 MBE 分子素外延生长技术呢，制备出了质量优异的铜氧化物的超导薄膜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过去啊，就是类似的专利，中国注册很多，论文也很多，每年都有类似的论文啊，采用这种气象沉积工艺制造超导的样品啊，超导研究的啊，所以过去20年这个超导薄膜技术发展是很快的，而且这个应用水平也在提高，所以就给这个超导研究啊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易倍同氧这个超导体啊，实际上它是高温超导材料一种。我们讲过，之前最早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 IBM 的科学家叫约翰肖马克和卡尔穆勒啊，他们在1989年发现了这个易倍同氧的这个叫蓝倍同氧的超导体，然后呢，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我们之前有一期讲过，那当然后来包括中国物理学家院士赵忠贤在内的很多科学家都进行了继续的研究先复现，再改进，再做出自己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呢就是一个革命性的论文，它是在 IBM 的那个蓝倍同氧的这个超导材料基础上呢，他们开发出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易倍同氧的超导体。这是在1987年是一位华人物理学家和作为一做的这么一个超导的这个突破当时呢把温度超导的这个临界转变温度提高到了90K 以上，就开启了高温超导的这个新纪元。当然说这个 MK 呢是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包括后来赵忠贤也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因为这些人呢都是在人家原来约翰肖马克和这个卡尔穆勒就 IBM 的科学家基础上在做的假如说这一次 LK99 发射它真的是成功了它是属实的，那后边还有很多不同的赵忠贤不同的这个 MK 在 LK99 基础上开发出更好的来。但是最早的这个推动突破性的进展是属于人家这个
这种第一次的这个创新的这个科学家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啊，推特上的这篇论文，仔细搜了一下，关于是不是有人受到了 LK99 专利的启发，开始搞出了新的这个超导材料啊？我个人认为不是的啊，因为作为一个常用的技术啊，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个办法。那当然 LK99 啊，他们对于李施培和金志勋来说，他们盯这个技术盯了10几年、20多年，他们对于超导研究的相关的技术肯定也是门清，所以他在 LK99 的进一步的制备中呢，采用了 PVD， 就是气象沉积工艺，是可以理解的。那别人也可以用这个工艺，对吧？那好的，关于Nature 上的这篇新的论文啊，关于这个一个超导量子器件啊，这么一个论文跟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